学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课程的第1单元了。在这个单元里面呢，我们要了解一下语言学习的策略跟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们的目标要先定清楚之后，我们才知道下面这条船要开到哪里去。而要开船的时候，船上的各个船员在一起，那一定要彼此认识对方的个性，这样子在同一条船上才不会出问题，才不会引起争执。那我们开始学习这个印尼语的时候，印尼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发音跟拼字，这些一定要学会，我们才下得去。那图会发音拼字还不足，一定要有词汇跟语法。所以呢，词汇就是一个语言的肉，语法就是一个语言的骨头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要有骨头有肉，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始上课前，需要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要理解印尼语言的结构，并且我们透过一些问题来认识自己跟学习外语有什么策略跟目标。老师，我们这一堂课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这一堂课的目标是要透过青蛙的故事来学习印尼语的结构。好，老师，那我们会不会玩游戏呢？游戏是一定有的，但是它是线上的游戏。同学学习外语的时候，常会使用什么策略呢？老师，请问我们外语常用的策略有什么呢？那就要看你是喜欢处人还是处事。如果你喜欢处人，那你当然希望呱呱呱能够将这个外语说得流利、滚瓜烂熟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你喜欢处事的话，你希望将语言的结构了如指掌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老师，那我喜欢修这堂课，但是我要思考一下，老师修这堂课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？我要思考一下我自己有什么优势、劣势、机会跟威胁。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问题。老师，印尼语的谢谢或不客气要怎么说呢？谢谢就是接受爱 ，terima kasih。那要回答不客气的时候，就是sama sama，就是我跟你一起接受爱。哇，原来印尼语跟中文这么不同。老师，那请问你觉得印尼语的发音、词汇、语法和中文比较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那就要看我们下面的影片，老师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，看看你们有没有听懂，会不会